实上，亲子路线又多加了一点的趣味性。我们在沿途的景点会有所谓的设置一些拓印的一个地方，给小朋友们来做拓印。那这些拓印的景点有所谓的甘蔗寺啊，或者说蝴蝶仙子啊等等的这个拓印哈，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借由这种游戏当中，让小朋友们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关子岭地区。那各位应该也是很好奇，所谓的关子岭这个由来是怎么来的？各位台语听得懂的话，关子岭的关，各位会认为跟哪一个音会比较接近？其实，在关子岭拥有我们的所谓的台南的最高山大洞山，1000多海拔高度1000多公尺。那在以前这个地方，在山谷的时候往上望，这边就是一个熊管拉涅最高的山岭管拉涅。那管拉涅公告不要的变成关子岭。那第一站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大成殿。以前这个地方它是属于日治时期的一个神社。那在神社的供奉的是我们的天照大神。那在国民政府过来以后，为了要去日本化，很多的建筑为了去日本化，他就把里面的天照大神请出去。结果要摆什么神明进去，好像一直都找不到适合的神明。要放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或是放我们的一个妈祖神像，一直都摆不到什么。到最后决定就是有一个中庸之道的一个至圣先师，就把我们的至圣先师摆上神社的一个供奉里面，到最后变成一个大成殿，这也就是大成殿的由来。那各位身后的建筑物所看到的，事实上目前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所整建的。那未来这个地方除了是大成殿之外，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一个领顶资讯站。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吴敬怀纪念公园。为什么叫吴敬怀纪念公园？事实上，这里以前整个规划出来，从大成殿那边一直延续到这边的所谓的林顶公园。那为了我们要纪念吴敬怀先生，他写了一首歌，各位有没有听过《关子岭之恋》这首歌呢？那等一下可能有大家会说，老师，我们想唱歌，但是你有没有歌词？各位放心，等一下就带领大家，我们把歌词整个镌刻在我们的地底下。所以等一下大家跟着我走一圈，相信大家也可以把整个关子岭之恋它的一个精髓，除了唱出它的旋律之外，也可以了解到这首歌的精髓。那为了纪念吴敬怀先生，所以就把这一块公园批划为吴敬怀纪念公园。那把他的铜像放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左手边，可以想象得到，这边以前在日治时期是他们的小型高尔夫球练习场。那大石头，各位看得到的大石头搬不走的，还是留在原地。那其他的设施改建的，那就变成各位目前所看到的这整个的一个纪念公园的一个形式。现在走的亲子路线当中其实在每一个景区当中都会放置的所谓的拓印点。那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只可爱的温泉猪，我们取名叫温泉猪。那它的拓印点，来各位往这边看一下。等一下小朋友们，你就可以拿出你的纸跟笔，来好好的把这只温泉猪把它带回家。看到这可爱的一个造型，想象得出它是谁吗？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阿蒙以前的荷兰人来到台湾第一个到台湾的传教的一个传教士甘志士。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底下这个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招牌，代表着它的当时荷兰人所到台湾足迹的一个代表之一。那这个地方的一个拓印点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小朋友们也可以来做拓印的一个动作。
各位身后所看到的火王爷庙，事实上它是属于去日本化的一个名称，它真正的名称叫做不动明王。不动明王他来到这个地方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当时在日治时期，这里的温泉出头常常会乱窜乱跑，那么希望说，温泉你就乖乖的待在这个地方，陆陆续续的涌出温泉来让我们使用享受，所以他从日本引过了这个不动明王，代表希望这个温泉能够乖乖的。可是为了去日本化以后，我们就把它就地化，把它称呼为火王爷。那继续的火王爷庙也继续供奉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保佑着来这里游玩的游客，让他们也能够一切的平安。那再往下看底下，关子岭温泉它以前有个天下第一灵泉称呼，所以它有个灵泉的一个牌楼，但是也因为维护了景观以后，这里可以知道的就是说，这里的温泉真的是会乱走乱跑。你看，盖好了灵泉的一个建筑牌楼，可是温泉不出来了，它又从地方乱窜出来了。这里的温泉路头有2个，一个就是在各位现在火王爷庙的底下，另外一个是在那个景光山庄旁边的宝云桥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温泉路头这2个路头就是供应了我们整个关子岭温泉区的一个温泉使用。这里还有全台湾最早的一个好汉坡，在日本日治时期，为了训练这些兵士来这边泡温泉以后，希望他们壮大自己的肺活量，所以盖了所谓的一个好汉坡，也叫做南之坡。那南之坡，到最后相传下来就变成是好汉坡，所以最后只要是跟不好走的路或是不好爬的坡，就是叫做好汉坡。那好汉坡之前是一直延伸到关子岭大旅社，大概俗称300街，290几，我们就俗称300街。那为了开辟前方这一条175咖啡公路，前后半段已经把它阻断了，现在大概只剩下240几街左右。有泡完温泉以后，也建议大家欢迎大家来走一下好汉坡，只要你来回上下个一趟，相信你也是一条英雄好汉。所谓的这里的温泉老街没有在卖东西，这里温泉老街是我们的开发关子岭的第一个开发的一个街道。那这个老街区里面还保有了很多的日式风格的，比如说关子岭大旅社，还有以前的一个所谓的现在的静乐馆。那在以前日式的时候所盖的时候是吉田屋跟龙田屋，那里面还有保留了相当多的一个日式的元素。在日治时期，日本人来开发了温泉区以后，就是从这一条街道开始的。那这条街道也蕴含了很多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好好的走一走，想象一下各位身后看到的这4个美女图，在日治时期所明信片当中也有所谓的一个4个美女，那大家也可以仿照4个美女的一个姿势，来到老街这个地方，好好的拍一张照回去做纪念。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亲子路线的一个最终站红叶公园。听到红叶公园，红叶这2个字，各位可以想到什么吗？红叶顾名思义，这里有很多的红叶的一个树种，最大宗的就是枫香包括各位身后的这个枫香也是具代表性的。那它底下也有一个拓印点，在红叶公园当中有4个拓印点
身后的是一个凤香精灵，然后还有青蛙国王，还有蝴蝶仙子，还有一个就是阿丽的秘书。这4个托引点，等一下大家解散以后也可以好好的去找出来它这4个点，然后把它托印回家当做纪念。红叶公园当中，目前在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一个富裕下，也建造了很多的蝴蝶的蜜源植物，所以在每年的7、8月的时候，这里可以看到满山的一个蝴蝶翩舞，也欢迎大家7、8月的再度的一个前来这个地方来做观赏。